刚开始跑外卖就是因为手上没有钱。我去年是4月份入行的嘛，边跑边写，当成一个日记来记载。这本书做一个很赤裸的自我剖析。女性不便的地方非常多。夏天送餐，有一些男的可能不知道你是女骑手，他可能就穿一个内裤就出来了，然后你整的还挺尴尬。你尤其是不能加那个男外卖员的微信，他们就天然的认为你想跟他们谈恋爱，想跟他们结婚或者发生性关系。在真正跑起来外卖的时候，很难把自己当成一个女的去对待。像午高峰的时候，我会同时接13单，硬咬牙把它提过去。盒饭没有时间去吃，饭都馊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们做的是醋溜的。跑外卖可能是一个逐渐变得鸡贼的过程。交警、红绿灯时间，需不需要爬楼梯，不断的去摸索它的规则以及潜规则。第4个月是1万2，到旺季了，跑外卖比写作要赚得多。我现在跑单的软件有3个，不会对一个软件很忠诚，我们只对钱忠诚。像我这样身处底层的人，人生最充满希望的时刻就是当下、眼前，而不是未来，甚至也不是写作。我19岁就来到北京了，来北京也是被我娘骗到这边的。正好我大哥结婚，赶上我二哥也在上大学，他当时也是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家没有钱，你要是想上学，你就勤工俭学吧。”等我回去想高考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跟我说你的学籍已经注销了，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。我先是干了印刷工，后来物流客服、医院外送、影视策划、编剧。女孩在农村是没有自己的宅基地，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啊。我爸说的最让我创伤的就是这个家不是你的。我娘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要是不相亲，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”对我来说，这是我30岁以前特别大的一个创伤，也好像你一直在处于失去的状态中，工作也保不了，我自己的家人我也保不住，那可能我能保得住的只有我自己精神的那一小块儿。我既不能安闲清静地待在农村，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，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，无论在哪里长都会变形。阅读好像可以让人不绝望吧。找工作在书店或者是图书馆附近，我每天下班以后去看书。从2010年就来到北京，我读了大概有1000多本书，然后电影我看了1300多部吧。你在精神上总是想着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你。2020年的时候，我就想也许我应该成一个家，有一个我能说了算的地方。结完婚以后呢，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贷款，40多万，婚姻就持续了2年多，是一直在帮他还贷款。我笔名叫王婉，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晚了，你好不容易从体力行业挣扎出去，从那个文职一下子调到保洁或者是外卖员，好像你10几年你都在瞎折腾。但是晚还有大器晚成的意思，我在10几年中写了10几个长篇，还有差不多接近100个短篇，还有1000多首诗。出书以后你要跑各种场子，就跟跑外卖一样的，就是你一直在赶路。比较好的事情就是别人开始关注到你的苦难了。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和解，我的小说总是会设计2个世界，总有一个世界你可以去逃离。跑外卖这个活，它实现了我精神的自我独立。发现其实你不需要任何人，因为有一个工作，它一直会在那儿，只要你想干，它给你一种潜在的力量，让你去相信，只要你愿意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可以活得很好。